下我的频道。这次要分享新购入的包包还有使用心得，因为之前就有买过这个品牌的其他包款，所以会一并分享给大家参考。Lemaire 是来自于法国的极简主义品牌，致力于打造出最基本的永恒单品，并且是永不退流行的设计。两位设计师曾经更是时尚圈的神仙眷侣，每当他们共同出席时的穿搭，总是让人感到舒适的协调感，可以说是 Lemaire 的活招牌。整体采用中性柔和的色彩作为设计主轴。他们家的服饰包款绝对不是只能穿一两季的潮流单品，而是专注于日常低调的经典风格。Lemaire 也可以作为随性氛围感的代名词。设计师曾担任过爱马仕的创意总监，大家所熟知的 Uniqlo U 系列就是与这个品牌联名设计的。这个联名的上衣我也有入手，真的非常的百搭。因为以极简美学出名，商品颜色大多都是柔和自然，并且专注于高品质以及长久使用性的元素，因此吸引到许多时尚爱好者。他们家最多人购入的包款就是可松包，许多艺人私底下也有背过这款包包。但是我第一个入手的是他们家的流浪包，这个包款是尼龙材质，一样有分成大、中、小3个尺寸，颜色也有蛮多的选择。那我为什么一开始入手的是流浪包而不是可松包呢？因为可松包的背带是不能调整的，我个人觉得背在身上的时候，长度不太适合我的身形，而且如果上身穿的比较单薄的时候，我会感觉包包没有贴合在腰部的空间。但是搭配大衣或毛衣比较蓬松的衣服就能改善这个情况。我想要入手的是一年四季都可以搭配运用的包款，再加上当时店员有展示如何调整成不一样的背法，例如这个包款不仅是可以斜背，也可以调整成腋下包的形式。那我选择的是最小号的棕色款式，这个材质非常耐用，不用害怕刮伤或弄脏，包身也非常轻盈，不管是什么季节我都觉得非常百搭。最小号的容量呢，可以装下日常物品，但是像 iPad 或电脑比较大型的物品就装不下了。另外这个是最大尺寸的流浪包，经典的黑色设计，同样很百搭，而且这个尺寸的容量非常大，甚至可以装下16寸的电脑，非常适合经常需要办公的朋友。上身效果和小尺寸的包款非常不一样，对于小个子的女生可能就比较适合小号的包款。不过我目前使用上发现他们的包包有一个小小的缺点，就是他们的拉链呢很容易脱落，只是我的包包有出现这个情况，身边的朋友也有一样的问题，所以在使用拉链的时候可能要多加注意。这次在巴黎购入的是最新款的幸运饼干包，官网上面有很多款式是已经缺货的状态了。这个包身是参考幸运饼干的造型而设计的，虽然不能调整背带，但长度修短了非常多，不论是肩背或是手提都非常时髦。我考量到耐用性，所以选了最大尺寸的棕色牛皮，虽然羊皮也非常有质感，但是很容易会刮伤。这个包款的容量还蛮大的，里面还有一个小夹层，除了夹层上的 logo， 整个包包非常低调，并没有任何品牌的标志在包身的外头。那这个包呢，平常的用品一定都装得下，例如钱包、耳机，还有夏天的时候我也会携带小电扇出门。
另外，我还会准备一个小袋子来装我的补妆用品，因为有时候气垫或口红很容易没有盖紧，会沾到包包的内层，就会超级难处理的。所以就算我只带一支口红出门，我也会放在小袋子里。我平常其实只会带刚才提到的气垫跟口红，还有一瓶干洗手，因为在外头有时候真的很难找到可以洗手的地方。这边还有一个小口袋，通常我会装一些经常需要拿到的东西，例如交通卡或是钥匙。然后这个地方还可以挂上自己喜欢的钥匙圈。目前使用上都很满意，但是我发现如果包里没有装太多东西的情况，包身会比较扁塌，造型上会比较没有那么圆润。这个部分就提供给大家参考咯。那这个影片就到这里结束，我们下次见。